喂，你好，多做个检查吧。70岁后，这句话可能正在害了你。资深医师停止5种检查，做对5项才真正保命。各位长辈朋友，您是否常听到子女或亲友对您说：喂，你好，多做个检查吧？这句充满关爱的叮咛，在70岁以后，却可能暗藏伤害。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探讨，为何70岁以上的长者反而要慎重挑选健康检查。许多资深医师以临床经验提醒，有5种常见检查在高龄时应该停止或谨慎进行，同时掌握5项真正能保命、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措施，才能让您安心长寿、健康乐活。迈入70岁，高龄长者的身体状况和年轻时大不相同。定期检查原本是为了早期发现疾病，但过了某个年纪，过度检查可能带来反效果。医学上有2个重要概念：过度诊断与过度治疗。简单来说，过度诊断指的是检查发现了其实不会影响您余生健康的问题，例如生长极缓慢的微小肿瘤，而过度治疗则是因为发现了这些问题，结果病人接受了不必要且有风险的治疗。70多岁的长者，身体器官已经不如从前，假如为了处理一个不痛不痒的小毛病，反而挨了一刀，伤了元气，这样的医疗损伤恐怕比疾病本身还严重。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境：90岁的老翁在孝顺子女陪同下，坐着轮椅到医院做全身健检，在做内视镜检查前，孩子再三叮咛医护：我爸爸年纪很大了，之前心脏装了2个支架，去年还小中风一次，麻烦检查时小心一点，有任何息肉都请帮他切掉哦。这位父亲经历了麻醉与检查的折腾，结果肠道里发现一颗小小的息肉被切除。试问，这颗息肉未来真的会变成大问题吗？有资深医师直言，在90岁长者体内发现的一颗 0.4 公分小息肉，可能需要20年才有极低几率演变成大肠癌，但为了切除它，却冒着1%的出血和其他并发症风险，实在没有必要。这就是为什么医师强调高龄长者要避免无谓的侵入性检查，保护身体免于不必要的伤害。除了身体上的风险，过度检查还会引发心理压力。许多长辈拿到健检报告，看到几项指数是红字，就开始食不下咽、夜不成眠，怀疑自己是不是生了重病。其实数值超出正常范围一点点，往往不代表真的有严重疾病。然而长辈们一紧张，就陷入了健康焦虑，天天跑医院做各种复查，有些检查结果反复，测还是异常，但怎么检也找不出实际毛病，白白折腾受苦不说，心情也大受影响。试想，晚年原本应该是享清福的时光，却因为过度焦虑变成医院跑透透，生活品质大打折扣，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养生方式吗？当然，我们并非主张长者干脆不检查、不就医，相反地，聪明的长者懂得把精力花在刀口上，停止那些可能弊大于利的检查，把时间和体力留给真正必要、对健康有帮助的事情。以下我们将介绍5种70岁后应当停止或格外谨慎的检查，以及5项值得长者们投入的保命之道。这些建议综合了资深医师的临床经验和台湾医界乃至国际权威机构的指南，希望帮助您避开过度医疗的陷阱，同时抓住维持长寿与健康生活的关键。资深医师指出，以下5种检查在高龄族群中风险可能高于收益，应该在70岁以后停止例行筛检或慎重评估其必要性。1. 摄护腺癌筛检 PSA 检查。男性长者请注意，摄护腺特异抗原 PSA 血液检查是用来筛检摄护腺癌的，但在70岁以上再继续做 PSA 检查，往往弊大于利。为什么呢？首先， PSA 指数升高并不等于患上癌症，良性摄护腺肥大是老年男性的常见现象，也会让 PSA 偏高。许多70、80岁伯伯一看到 PSA 报告超标就吓坏了，赶紧接受痛苦的摄护腺切片检查，最后证实只是良性肥大一场虚惊，这过程却饱受身心煎熬。即使真的检出早期癌症，也未必都是需要治疗的癌。摄护腺癌很多属于生长极为缓慢的类型，年过70才发现，通常进展速度慢到可能压根儿不会威胁到长者的寿命。换言之，很多高龄男性是带着摄护腺癌善终，
而非死于射护腺癌。然而，一旦检查报告写着疑似癌症，不论良恶性，都足以让人心慌。很多长者和家属一紧张，往往选择动手术或接受放射治疗。这些治疗对70多岁的身体来说冲击不小，常见副作用包括尿失禁、性功能障碍等，严重影响生活品质。更糟的是，有些长者手术后身体元气大伤，抵抗力下降，反而引发其他并发症，得不偿失。基于上述原因，美国预防医学工作小组明确建议，70岁及以上男性不应再进行例行 PSA 筛检。国际上许多泌尿科权威也持相同看法，认为高龄者进行射护腺癌筛查，假阳性的几率很高，可能导致过度诊断和治疗。所以70岁的男性长者听到 PSA 检查，请三思而后行。如果没有相关症状，例如排尿困难、骨头痛等困扰您，大可不必再抽血验 PSA 来自找麻烦，把注意力放在日常射护腺保养和症状管理即可。千万不要因为一次数值偏高就人心惶惶，盲目治疗。2. 大肠癌筛检。大肠癌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癌症之一，许多国家建议50岁起定期筛检，但是筛检并非做到越老越好。消化科权威指出，大肠癌筛检最有利的年龄段大约在50岁到70几岁之间。70岁以后，随着年纪增加，筛检的风险逐渐升高而益处下降，尤其超过75岁后，身体其他疾病的出现几率大增。此时再为预防大肠癌去做侵入性的检查，往往得不偿失。常见的大肠癌筛检方式有粪便潜血检查和大肠内视镜检查。先说粪便潜血检查，阳性代表大肠可能出血，需要进一步做大肠镜确认。年纪大的人肠道容易有小息肉或痔疮，很可能反复验出阳性，结果白白多挨几次大肠镜。再来谈大肠镜，本身是一项侵入性检查，需要肠胃科医师以内视镜探查整个大肠。大肠镜的风险在高龄者中明显上升，包括肠道出血、穿孔，甚至心律不整、中风等麻醉相关的并发症都较年轻人更常见。一项针对75岁以上长者的研究发现，高龄者做完大肠镜后住院治疗的几率显著高于65岁以下族群。可见，对年老体衰的人来说，大肠镜并非毫无负担的简单检查。临床上就曾有令人惋惜的案例，一位80多岁平时身体硬朗的老先生，在做完预防性的大肠镜没多久发生中风，怀疑与检查过程中的生理压力有关。反过来说，也有医师碰过很健康的80长者未曾筛检，结果真在晚年确诊大肠癌，错失及早切除息肉的机会。这两种案例听起来矛盾，但其实凸显了高龄筛检必须个人化判断的重要性。如果您已经超过75岁，或身患多种慢性病，身体较虚弱，那么除非医师特别建议，否则应该考虑停止例行性的大肠癌筛检。有医师形容，大肠癌筛检的 CP 值到了高龄阶段就下降了，因为要获得筛检降低大肠癌死亡的好处，通常需要有10年以上的预期寿命。换言之，如果预估您的寿命不足10年，再继续筛检意义不大，反而可能因检查引起并发症或为查出的微小问题奔波。台湾目前的癌症筛检指引建议，大肠癌粪便筛检做到75岁为止，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您接近这年龄或更高，不妨和您的家庭医师讨论，评估自身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要功成身退。特别提醒，如果超过70岁，又有严重心血管疾病、洗肾、肺气肿等慢性病者，更要慎重看待大肠镜的风险，千万不要因为周遭亲友都在做，就硬着头皮跟进，最后反而伤害了自己的身体。3. 乳房 X 光摄影，乳癌筛检。针对女性长者，乳房 X 光摄影是在较年轻时用来筛检乳癌的利器，但在70岁以上的女性，乳房摄影的帮助明显减少，甚至可能导致过度诊断。随着寿命延长，不少台湾婀娜级人物也开始罹患乳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研究发现，高龄妇女透过筛检发现的乳癌，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实是不会威胁健康的缓慢肿瘤。美国一项针对70岁以上妇女的研究指出，70到74岁之间经乳房 X 光检查确诊的乳癌中，
大约有 31% 属于过度诊断。到了74到84岁这组，过度诊断比例上升至将近一半，85岁以上更超过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年纪越大，筛出一个治与不治结果都一样的小乳癌的几率就越高。然而，一旦被诊断出癌症，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治疗。于是，许多高龄阿嬷接受了乳房手术、化疗或电疗，这些治疗过程带来的疼痛、副作用和心理压力非常消耗体力。对80、90岁的老太太而言，治疗本身可能成了一道难关。那高龄妇女难道不怕乳癌吗？其实该注意的是，有症状时及早就医，而非无限制的做筛检。权威建议是50到74岁的女性每2年做一次乳房 X 光检查即可。至于超过75岁，没有充分证据显示持续筛检能挽救更多生命。一些医学会甚至建议，对于预期寿命少于10年的妇女，74岁以上就应停止例行乳癌筛检。这与我们直觉认为预防胜于治疗的观念似乎冲突，但请回想刚才提到的过度诊断问题，高龄者发现的许多乳癌其实进展极慢，可能到寿终正寝也不会变大或转移。如果持续每年筛检，反而增加误伤无害癌症的机会。特别一提，目前国健署提供的乳癌筛检补助是给予45到69岁女性，2等亲内有乳癌病史者放宽至40岁，超过此年龄的女性并不在定期免费筛检名单中。这也反映了政策上的考量。70岁以上，若以往检查都正常，可以放心的不必再做乳房 X 光检查。当然，每个人的健康状态不同，如果您已过70，但身体非常硬朗，而且希望继续筛检，建议跟您的医师讨论利弊后再决定。同时请牢记，无论几岁，只要自己触摸到乳房有硬块或出现异常分泌物、皮肤凹陷等症状，都务必立即就医。这属于有症状的检查，和一般预防筛检不同，该查的一定要查，但若没有症状，也没有高风险因素，70好几的您可以不必再忍受假乳房的不适了。4. 子宫颈抹片检查。子宫颈癌筛检。子宫颈抹片是许多妇女每年例行的健康检查，但这项检查在高龄族群同样有适可而止的原则。一般建议是，如果一名女性从中年开始定期做抹片，连续几次结果正常，那么在65岁或70岁之后就可以停止筛检了。原因在于子宫颈癌主要与人类乳突病毒 HPV 长期感染有关。假如一位妇女一辈子检查都正常，又进入高龄甚至多年没有新伴侣，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相对极低。持续检查反而可能带来不便与误报。更年期后，妇女因为荷尔蒙改变，妇女科检查时常感到特别不舒服。如果没有必要硬撑着做抹片，对长者而言也是一种体贴。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长辈因年纪大就中断了抹片，结果在70多岁突然被诊断出子宫颈癌，那往往是因为多年没检查导致的漏网之鱼。医界因此提醒2件事：第一，60到70岁其实是子宫颈癌的第2个好发高峰，千万不要因为停经或没有性生活就过早放弃抹片，至少持续检查到70岁左右，确定过去10多年都没有问题，再考虑告一段落。第二，如果您过去从未做过抹片或多年没做，即使超过70岁且身体状况许可，建议咨询医师后补做一次。一旦那次结果正常且没有可疑症状，此后就可以安心不再检查。总之，子宫颈抹片属于有尽头的预防措施，并非终身每年都要做。70岁后若已经连年正常，您大可以对自己说，够了，我的子宫颈健康毕业了，不用再反复受检查之苦。5. 全身性癌症筛查、肿瘤标记、无症状影像扫描等。这一项是针对许多长者喜欢做的各种找癌检查提出的忠告。许多人步入老年，最怕的就是哪里长出肿瘤却没发现。于是市面上一些健检套餐推出号称可以验出早期癌症的自费项目，例如抽血测，所谓肿瘤标记，也俗称癌症指数，或者安排全身电脑断层扫描、全身磁振造影检查，企图地毯式搜索体内藏匿的病灶。这类全面扫描式的健康检查，医师其实相当保留，原因有2：一是伪阳性太多；
二是风险与成本太高。先说血液中的肿瘤标记指数，检查报告上的数值如果超出正常范围，只能算是一个模糊的警讯，绝不代表确定得癌症。许多良性疾病或身体状况都可能让指数偏高，例如大肠癌指标高一点，可能只是吸烟者或有消化道发炎；肝癌指标升高，有可能是肝炎或肝硬化；卵巢癌指标升高，女性月经来甚至良性子宫肌瘤都会造成影响。检验的敏感度和特异性有限，导致伪阳性的情况相当常见。对老人家而言，一张写满红字的报告简直是当头棒喝，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很多人因此展开一连串后续检查，为了验证肿瘤标记高是不是真有癌症，医师可能会安排超音波、断层扫描，甚至侵入性的内视镜或切片。患者从原本好好的一个体检者变成跑医院的病人，折腾许久可能什么也没找到，这惊魂记却让人元气大伤。再说全身性无症状的影像筛查，比如有些长者会自费做全身电脑断层 CT 或正子摄影检查，心想一次把全身都检查，看有没有看不到的危险因子。但人体是复杂的，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些小结节、小囊肿之类的瑕疵，年纪越大，身上长良性小东西的几率越高。CT 一扫描，您也许会被告知肺部有一粒小结节，肝脏上有一个囊肿，甲状腺有几个小结节等等。绝大多数这类发现都属于良性，不需要处理。然而，医生出于谨慎，往往还是会建议进一步检查或追踪。结果长者又为了这几个阴影反复追踪好几年，日日担惊受怕，甚至有人干脆要求开刀切除，求个心安。然而手术有风险，一旦开刀，身体就会受创。许多高龄者冒险开刀，拿掉一个小结节，事后证实完全是良性，等于白挨一刀。这就是过度医疗令人扼腕之处。除了过度诊断的隐忧，全身性影像筛查本身也有风险。X 光和 CT 会带来辐射，虽然单次量不至于立刻造成伤害，但累积的辐射对身体终究不利。高龄者细胞修复能力变差，更应避免不必要的辐射暴露。此外，对于有慢性肾脏病的长者，打显影剂做扫描还可能诱发肾功能恶化。再从实际层面考量，这类全身扫描的费用高昂，自费一次可能数万元跑不掉。如果身体没有明显异常，其实完全没必要把钱花在刀锋上。综合来说，70岁以后要远离过度筛癌的诱惑，不是不怕癌症，而是要用更聪明有效的方式防癌。我们建议长者们把重点放在该做的健康行为上，以及注意身体出现的警讯症状。如果身体哪里不舒服或发生异常变化，一定要及早就医检查，这和盲目筛查是两回事。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为了找看有没有隐藏的病而做一堆检查，往往徒增心理负担，把时间精力省下来好好养生，比什么都重要。说完了该少做、停止的5种检查，您可能会问，那我什么检查都不做，生病了怎么办？别担心，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5项70岁以上长者真正该投入心力去做的事情。停止不必要的检查，并不代表停止关心自己的健康，相反地，我们是把您的宝贵精力转移到最有意义的地方，做好以下5项，才是真正为您的健康保命。1. 定期监测与控制血压、血糖等慢性病指标。高龄长者最需要重视的，不是隐藏在身体某处的小肿瘤，而是那些看似无形，却实实在在威胁生命的慢性疾病，其中又以高血压和糖尿病最为常见。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因为它往往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地伤害着血管，长期未控制会导致中风、心脏病、肾衰竭等严重后果。据统计，台湾70岁以上的长者中，每3人就有2人有高血压问题，这么高的比例，难怪医生们常说，量血压就是老年人最重要的日常检查。请养成习惯，自己在家或到里民活动中心等量血压站，定期监测血压。理想状态下，收缩压控制在140以下，或依医嘱目标，能大幅降低中风风险。如果量了几次发现血压偏高，一定要跟医师讨论治疗策略，透过适当的降压药物和生活习惯调整。哪怕年纪大，
也一样可以把血压控制好。医学研究证实，控制高血压可使中风几率降低3-4成以上，对高龄者的生命保障非常明显。再来谈血糖，随着年龄增加，人体胰岛素作用变差，糖尿病的发生率节节上升。超过70岁，每5-6位长者就有1位是糖尿病患者。长期高血糖会伤害全身血管和神经，引发心脏病、肾脏病、视力退化、神经疼痛、足部溃疡等一连串问题，严重时甚至失明或截肢。糖尿病本身更会使中风和失智的风险上升，所以高龄更要及早发现并控制血糖，建议每年验一次空腹血糖或糖化血色素。很多长辈平时没有明显症状，但一检查才发现血糖已经高出正常许多。万一您被检查出糖尿病或前期，也不要灰心，遵照医师、营养师指导调整饮食，规律运动，必要时服药或施打胰岛素，血糖是可以达标的。把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可以显著减少并发症发生，保障您的晚年健康。除了血压、血糖，血脂异常也是需要关注的项目。高龄者若总胆固醇或坏胆固醇过高，会促进动脉硬化，加剧心血管疾病风险，建议每年验一次血脂肪。若胆固醇过高，可由医师评估是否需要服用降脂药。有些阿公阿嬷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吃药，但请记住，该吃的药还是得吃。特别是已有心肌梗塞、中风史的患者，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是预防2次发作的命脉，一刻也马虎不得。总而言之，高龄健康管理的第一要务就是管好已有的慢性病指标，预防它们恶化。与其把时间花在检查那些小概率的心病，不如牢牢顾好已知的大敌。请您定期追踪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数值，按照医嘱调整生活作息与用药。很多长者透过这样的努力，80-90岁依然头脑清楚，行动自如。原因就在于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的中风或心脏病发作。这份稳扎稳打的成果，可比狂做体检却忽视慢病要来的实在多了。2. 保持规律运动，强健肌肉与心肺。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对70岁以上的长者尤其适用。人一上了年纪，肌肉量每年都在流失，如果缺乏活动，很容易陷入肌少症与衰弱症候群，进而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甚至影响心肺功能。适度的运动则是对抗老化最有效的良方之一。许多长辈担心自己骨头退化，不敢运动，其实选对方式，任何年龄都可以动起来。对高龄者来说，最简单的运动就是步行，每天出门散步30分钟，不论是在公园、社区、绕圈，都是很好的活动方式。美国心脏学会的一项研究发现，70岁以上的老年人若能在平常活动基础上每天多走约500步，就能显著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有规律的走路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心肺功能和肌耐力，减少中风和心脏病几率。而且晒晒太阳有助于维生素 D 合成，强健骨骼，一举数得。除了走路，建议长者们每周至少有23天进行肌力训练和柔软度训练。肌力训练不等于激烈的举重，对长辈来说，练肌肉可以很温和。您可以从简单的坐姿抬腿、扶墙半蹲、握拳练习开始，甚至提装满水的保特瓶当哑铃，都可以达到强化肌肉的效果。肌肉强了，腿有力了，不但行走稳健，还能预防跌倒时严重受伤。柔软度训练则像是伸展操、瑜伽、太极拳等，能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减少肌肉僵硬疼痛。现在许多社区都有银发族运动课程，像是银发瑜伽、乐龄韵律操，欢迎长者们踊跃参与。在专业指导下，运动更安全也更有效持续。规律运动的好处远不止在身体层面，对心理健康也有极大帮助。适度运动可以促进脑部血液循环，改善情绪，减少忧郁和焦虑。同时，参加团体运动还能增加社交机会，让长辈们在互动中获得快乐与成就感。想象一下，每天清晨和邻居朋友在公园一起打太极、练气功，不仅活动筋骨，彼此加油打气，还增添生活趣味。身体动起来，心也跟着年轻起来，这是保持活力的不二法门。当然，运动要量力而为，循序渐进，
刚开始运动时，不需要勉强自己达到年轻人的强度，注意穿着防滑的运动鞋，选择平坦安全的场地。如果本身有心脏病等状况，运动前先和医师讨论适合的运动种类。一般来说，只要避免过度激烈，注意补充水分，并随时留意身体反应，运动对高龄者是益处多多而风险很低的。请记住，贵在恒长，每周累积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活动是理想目标。但即使从每天10几分钟走路开始，都比久坐要好。让运动融入您的生活，您会发现，年纪虽长，但身体依旧灵活，日子过得更开心充实。3. 均衡饮食，补充足够的蛋白与营养。民以食为天，对长寿老人来说，会吃也是长命百岁的关键条件之一。这里的会吃，指的是懂得摄取均衡营养，满足身体需要，而不是暴饮暴食或盲目进补。随着年龄增长，长辈的消化吸收功能降低，味觉嗅觉也可能退化，食欲往往不如年轻时那么好。所以高龄饮食特别需要讲究营养密度，每一口都应尽量吃得有营养，才能避免身体因缺乏养分而变弱。首先强调的是蛋白质的摄取，很多老一辈观念里觉得年纪大了就该吃清淡，少吃肉，甚至有人奉行吃素或几乎不碰蛋奶，其实这对健康未必有利。蛋白质是肌肉和免疫力的重要来源，长者摄取不足会导致肌肉流失更快，抵抗力变差。高龄者每日蛋白质需求量不减反增，建议每公斤体重至少摄取1克蛋白质。例如，体重60公斤的长者，每天需要60克蛋白质，相当于约2份手掌大小的肉或鱼，加上2杯牛奶才能达标。如果您是素食者，务必要从黄豆、黑豆、豆腐、豆干等各类豆制品中摄取优质的植物性蛋白，多元化摄取坚果、全谷、深色蔬菜，也有助取得足够氨基酸。别忘了，蛋白质的来源可以很弹性，蛋、奶制品、鱼、瘦肉都是好选择。适度吃些鱼肉、蛋奶，其实比一味求清淡更符合营养原则。营养师甚至建议，高龄者每餐都应该有拳头大小的一份蛋白质食物，确保一天下来摄取充足，预防肌少症。在强调蛋白质的同时，其他营养也要均衡。碳水化合物别一次吃过多，但也不能缺，毕竟它是主要热量来源。建议以全谷杂粮如糙米、地瓜、燕麦取代部分白米白面，可稳定血糖并提供纤维质。蔬菜水果则提供维生素和纤维，每天至少5份蔬果，一份约1小碗，可以帮助肠胃蠕动，防便秘，也提供抗氧化营养素，维护细胞健康。特别要补充的是，钙质和维生素 D 这两者对维持骨骼强健、防骨质疏松很重要。牛奶、优酪乳、小鱼干、深绿色蔬菜都富含钙，户外晒太阳可以让皮肤自行制造维生素 D。如果饮食不足，询问医师是否需要补充钙片或维生素 D 补充剂，也是不错的方式。有些偏方传言说长者应该多吃动物油脂和高胆固醇食物，还可以每天小酌养生。医师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事实上，高龄者更要适度控制油脂摄取，尤其饱和脂肪过多会提高心血管疾病风险。建议烹调用油以植物油为主，例如橄榄油、苦茶油、芥花油等，不用刻意猛吃猪油、鸡皮这类动物油。胆固醇高的食物，如肥肉、内脏，也应该适量，不可无限制大吃。至于喝酒，年纪大代谢差，酒精对肝脏和脑部的伤害更明显，最好少喝甚至不喝。有些长辈睡不好，习惯睡前小酌，这种方式医师并不鼓励，因为酒精虽让人放松，却干扰睡眠品质，长期下来弊多于利。一句话，70岁后的饮食重点在质胜于量，每餐确保摄取优质蛋白，搭配适量全谷杂粮和各色蔬果，油脂选择健康的油，避免过甜过咸的加工食品，可以少量多餐，增加进食次数，以弥补每餐食量变小的不足。也要记得充足饮水，许多长者因为不觉得渴就少喝水，结果引起脱水和泌尿道感染。养成固定时间喝水的习惯，每日1500到2000 cc 左右，依身体状况调整，保持身体水分平衡。会吃又会喝，
营养跟得上，身体自然有本钱对抗各种疾病。您会发现，只要营养到位，精神体力都比过去明显提升，很多毛病也不药而愈呢。4. 定期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感染。预防胜于治疗，对高龄者来说，接种疫苗是最有效也最简便的保命手段之一。人到老年，免疫系统功能下降，一些对年轻人影响不大的感染，对长者却可能是致命威胁。通过疫苗预防严重感染发生，等于为您的健康加了一道保险。70岁以上的朋友，以下几种疫苗务必要留意。流感疫苗，流行性感冒每年秋冬肆虐，高龄长者属于流感并发症的高危险族群。您可能听过新闻，每年都有年长者因流感引发肺炎并发症甚至不幸去世。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大幅降低重症与住院风险。政府提供65岁以上长者每年1次公费流感疫苗，一定要记得去施打，不要担心什么打了还是会感冒的谣言。事实证明，打流感疫苗的长者，就算感染流感，严重程度也会比没打过的人轻很多。1年1度的小小一针，换来整个冬天的安心，何乐不为？肺炎链球菌疫苗，这种疫苗是预防肺炎的一大利器。肺炎链球菌是导致长者细菌性肺炎的主要元凶之一，也可能引起败血症和脑膜炎。对抵抗力较弱的长辈来说，这些感染致死率很高。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让身体产生抗体，遇到细菌来犯时大幅减轻病情。台湾自民国100年开始推行长者肺炎疫苗补助，包含2种不同型的肺炎疫苗。有些县市对75岁、80岁以上长者提供免费接种，建议您向当地卫生所或家医科询问自己的资格。大多数长者只需要接种1次肺炎疫苗就可以保护多年。打了疫苗不代表完全不得肺炎，但可以减少重症几率，往往就能救您一命。带状疱疹、皮蛇疫苗。带状疱疹是潜伏在神经中的水痘病毒，在免疫力低下时卷土重来造成的疾病。很多银发族可能听过皮蛇绕一圈会要命的俗语，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带状疱疹的可怕。它会引起剧烈的神经疼痛，疼起来宛如火烧刀割，而且可能持续好几个月，甚至半年1年，叫做带状疱疹后神经痛，非常折磨人。高龄、压力大、抵抗力差时都容易发作带状疱疹。幸好现在有预防疫苗可打，带状疱疹疫苗建议60岁以上就可以接种，1次施打可预防至少10年，越早打越好，别等到发作后才后悔。近年有些地方政府针对65岁以上长者补助部分费用，鼓励接种。如果您还没打过，询问您的医师或预防接种单位，尽早施打，免得哪天病毒跑出来作怪，痛得吃不下睡不着。其他疫苗依照个体体质和环境，医师可能会建议的还有破伤风疫苗、B 型肝炎疫苗、新冠肺炎疫苗追加剂等等。总之，高龄者应该主动向医疗人员询问有哪些疫苗适合自己。预防医学的观念在晚年更是发挥作用，小小一针往往胜过日后10天半个月的住院治疗。或许有长者担心，我年纪这么大，打疫苗安全吗？会不会很多副作用？其实绝大多数疫苗的副作用都是1-2天内的局部酸痛或倦怠感，比起真正感染疾病要轻微太多。而且您每多1岁，疾病对您的威胁就更大1分，疫苗的价值也就更显著。以流感来说，80岁老人打了疫苗，预防重症的效益远高于年轻人打疫苗，因为流感对80岁的杀伤力本来就大。医师们常说，该担心的不良反应不是疫苗，而是疾病本身。所以请大家放心，在评估没有明显禁忌症的情况下，勇于接种，保护自己。有了疫苗的庇护，面对感染威胁，你也能更加坦然，晚年生活少1分病痛，多1分保障。5. 保持良好心态与社交互动，活跃心智，延缓失智。健康不仅是生理指标正常，更包含心理和认知的健康。70岁以后，要想长长久久地保持生活品质，心理上的平衡与脑力的活跃不可或缺。我们常见有些长者虽然身体还算硬朗，却因为孤独寂寞提不起劲，日渐丧失生活的乐趣。也有人逐渐出现记忆力衰退、思绪混乱，甚至发展成失智症。
对自己和家人造成很大困扰。如何减少这些情形？答案就是培养良好的心态，维持社交与脑部活动。首先谈心态，老年生活难免面临种种挑战，包含身体不如以往、至亲好友相继离世等等。保持乐观开朗并非易事，但适度调整心态却很重要。研究发现，对生活持正向态度的长者更长寿，也较少罹患忧郁症。每天早上起床，不妨对自己笑一笑，感恩又赚到了一天。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像是种花养草、写字绘画、下棋听戏，哪怕只是看看报纸、追喜欢的连续剧，都能让心情有所寄托。不少长者退休后觉得没意义，其实人生70才开始，您完全可以去尝试以前没时间做的事情。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放在心态上也通用。保持一颗愿意学习新事物的心，生活就不会枯燥。接下来谈社交互动的重要。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也别忘了老人不要孤岛。人是社会性动物，年纪大了更需要情感交流，多和家人、朋友聊聊天，回忆往事也好，谈天气也罢，只要保持沟通，就能预防孤独带来的心理问题。有研究指出，缺乏社交互动的长者，认知功能下降和失智风险显著增加。简单来说，一个人长期闷着不讲话，不出门见人，大脑会比较早退化，因此要给自己创造跟外界连结的机会。如果儿孙平常忙，您不妨主动打电话关心他们，或者参加李林的活动，认识新朋友。像长青学院、老人共餐、舞蹈班、国画班等，都非常欢迎银发族参加。在这些场合中，您不仅能消除寂寞，还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分享生活点滴。值得一提的是，有人以为只要长辈话多，爱念念有词，就能避免失智。其实预防失智靠的不是多讲话本身，而是有意义的脑力活动和人际交流。失智科医师提醒，单纯自己一个人喃喃自语或重复碎念，对大脑刺激有限，重点在于对谈的品质而非数量。换句话说，跟他人交流思想，学习新知，动脑思考，这些才是真正训练大脑的方式。例如，学习使用智能手机与孙子视讯，或者加入读书会讨论心得，甚至玩桌上游戏、拼图、数独等，都能让脑细胞动起来。同时，大脑的锻炼需要持之以恒，每天给自己一点点挑战，记单词、背三字经、练习用左手写字等等，这些小小的脑力体操，日积月累都会有帮助。最后别忘了留意自己的情绪和睡眠，如果感觉长期闷闷不乐、提不起劲，或出现严重的失眠问题，不要不好意思寻求协助。忧郁症在老年并不少见，适时寻求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师的帮助非常重要。睡眠方面，保持规律的作息习惯，睡前放松心情，有助提高睡眠品质。睡得好，心情也会比较稳定。充足的睡眠还能促进记忆整合，对大脑健康有利。总而言之，高龄的健康秘诀不仅在药补食补，也在心补。一颗充满阳光与关怀的心，可以让晚年生活色彩斑斓。别让自己陷入孤岛，多走出家门，看看这世界，和身边的人聊聊天，保持思想活跃，好奇心不灭。您的笑容和智慧就是家庭和社会的宝藏。心态好了，比什么补品都强，这是真正延年益寿的秘方呢。亲爱的长辈朋友们，也许过去您总是听信多做检查才安心的观念，但今天我们告诉您，70岁后健康检查应该讲求质而非量，停止不必要的过度筛检，您并不会错失健康，反而是避免了许多潜在的风险和折腾。回顾一下，我们建议70岁以上长者减少甚至停止的5种检查，包括摄护腺癌、PSA 筛检、大肠癌筛检、乳癌筛检、子宫颈抹片，以及各种无症状下的全身扫描和肿瘤指数检查。这并非一刀切地拒绝医疗，而是基于科学证据和临床经验所得出的明智抉择。与此同时，我们强调了5项真正能让您延年益寿的做法：管理好血压、血糖等慢性病，保持规律运动，均衡营养饮食，按时接种疫苗，以及维持良好的心态与社交生活。这5项并不新奇，也没有花哨噱头，
却是无数长命百岁的前辈们身体力行的生活之道。健康长寿没有奇迹妙方，唯有日积月累的自我照顾。最后想对大家说，医疗的进步让我们有机会活得更长，但活得久不等于活得好，活得好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停止过度检查，避免把自己变成医院的常客，投入该做的事情，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充实而有意义。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同，最理想的做法是和您的家庭医师保持良好关系，共同讨论哪些检查适合您，哪些可以免除。相信专业的同时，也相信您自己对生活品质的感受。子女关心您，才会劝您多检查。现在您学到了知识，不妨也和他们分享，解释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亲情的交流加上正确的医疗观念，才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岁月悠悠，但智慧会随着年龄累积。希望今天的分享能成为您健康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愿您在往后的岁月里少受不必要的惊吓与折腾，多享受天伦之乐与自在时光。记住哦，为你好，不一定要多做检查，选对方法养生，比什么检查都有效。祝福每位长辈朋友都能笑口常开，寿比南山，活出精彩的黄金岁月。